好，现在已经要接近年底了，即将要新年到来。不过，这个新年被视为是美国史上最贵新年来了吗？因为在川普的关税战之下，现在回力标啊，害得美国当地物价狂飙。而且今天要特别关注到，现在美国有710家的美企破产。现在有一个超级流行的名词叫做斩杀线，轮中产阶级的噩梦。今天一起来做关心。新年将至啊，这些美国的民众现在首先要担心的就是账单，他们不断的收到各种的账单，所以被叫做史上最贵的新年。答案就是因为川普的高关税导致呢这个推高了物价，压缩进口，打乱了整体的供应链等等。包括了在今年的圣诞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进口商品变少的状况之下，导致乱象丛生，价格失控，商家被迫降价，但是最后被迫这个印刷卡的还是消费者，他们现在债务不断的累积。有一些重要的数字，我们来看，41%的民众他们已经表示了减少节日的消费，46%的民众也说现在东西太贵了，现在的债务越来越高了，百货的客流量也不断的减少，但是反倒是二手商品客流量在这个时候竟然暴增了11%，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干脆都去买二手店，买这些节日的商品。而且呢，是年收入落在超过$75,000以上的家庭，也都是去买二手的商品来送这些节日的商品。这一年下来，可以看到美国最严重的3个问题，因为关税导致物价全面上涨，消费急冻，经济的信心也都雪崩了。最新民调，超过一半的美国民众对于未来是感到非常悲观的。史上最贵新年即将到来吗？委员怎么看？美国的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物品，大部分都是进口的，所以你川普对于这些东西全面性的课税，开地图炮的课税，那很自然会使进口的物品物价上涨，物价上涨，消费品的价格就上涨。我来举个例子哈，今年这个美国的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计算的话，它的物价上涨率是3.0%， 就美国预定的 GDP 经济成长率是2.0%。换句话说，你经济成长率扣掉了消费者物价通膨，你的经济成长率是负的1.0%啦。那这还不最糟糕的。最糟糕的，用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算 GDP 不太准确，要用 GDP 自己的物价指数，叫 GDP deflator 平减指数。如果用这个来计算的话，美国通货膨胀率3.7%，是 GDP 成长率2.0%，物价上涨3.7%，表示你是衰退1.7%啊，这是很惨的。所以全部都万物齐涨，万物齐涨啊！他说75000块美元，那很好的待遇啊，台币200多万呢，这200多万的一个家庭哦。还要跑到二手店里面去消费，在台湾200多万的收入的家庭哦，是跑到那个信义区啦，那个奢侈品店去买东西啦，差距很远。那当然，因为它美国税高，社会安全税高，然后再加上物价上涨，它只能节衣缩食嘛。那这个都因为关税造成的。那因为关税造成的结果呢，东西就太贵，特别是消费品。那你说我石油不贵啊？我圣诞节买石油干什么啊？我这个天然气不贵啊，我圣诞节也不会多用点天然气啊。所以美国的老百姓这个宝宝痛，心里痛啊，只有宝宝知道，每个人都很辛苦啊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说，物价上涨，那自然的这个消费者信心就会瓦解啊。那一瓦解的时候，你除了尽量存钱以外，你会信心崩溃，会对未来看不到愿景。然后再加上 AI 的热潮来了以后，中产阶级面对了裁员的一个风险，所以每个人都胆战心惊，害怕掉到斩杀线以下，爬不起来。这斩杀线只有在大陆流行了，美国并不流行，因为它是12月8号在大陆哔哩哔哩网站上面出现了一个游戏软体，online game 用的，对，online game 用的名词，对，好，所以拿出来用啊，就蛮适合的，也蛮贴切的。不过我想着，只要说美国最高法院把川普的关税给推翻了，大概才容易恢复到平静。否则川普再克下去，税是克美国老百姓的，没有克到外面啊。这是川普找几个腰生式的人再帮他设计这个关税政策，这个叫什么？
做法自毙。是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税战1年下来，现在已经完全的物价都反映在民众消费者的身上了。不只是民众的荷包失血非常辛苦之外，其实企业在美国的企业现在也面临了一整股的倒闭潮。那也包括刚刚也讲到的这个 AI 热潮的兴起，当然也缩减了美国所需要的人力等等。我们来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字，有关于对于美国企业整体的影响。首先，11月为止，竟然有717家的企业破产，创下了15年来最高数字，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大型公司，半年内申请破产的家数达到17家。制造业的职缺，11月份而已哦，就增发了7万个。最大关税苦主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国制造业，再加上 AI 席卷，美国科技业工程师正在被 AI 大屠杀哦。城市的设计师就业率暴跌了将近30%，等于1/3的工作岗位全部消失。舰长怎么看这个关税？本来是要救制造业的。我们这样讲啊，这个斩杀线呢，那当然是从那个刚刚已经讲过它的来由了，但是必须要提出的就是，这是正确的资料，是从联准会出来。他讲到的就是美国37%的家庭，其实他拿不出400块美元存款，对，拿不出来应急。那拿不出来应急之后，那当然还有对应的，例如说摩根大通，他也做过类似的这一种研究，但是他的状况，他得出来的结果没有这么坏，不是只那个37%，但是呢也不容乐观啊。那在这种状况之下，只要家庭里面一不小心啊被裁员时间过久，或者是家里的成员有医疗需求的时候，对不起，那就爬不起来，真的变成游民啊。那中国大陆为什么爱讲这件事情？这不意外啊，因为我去年去那个福州去逛这个菜市场，这么大一颗白菜1块人民币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中国大陆它的物价非常低，而且共同富裕。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为什么大型企业开始倒地啊？那这个问题啊，其实从很久以来造成的，因为我们看在疫情之前，大家对于供应链的看法都是长链。那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从长链改成短链，改成短链之后呢，那实际上来讲，短链并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川普利用关税想要来打断中国供应链，那结果没想到啊，中国不退跟那个不贵，结果改变了这个供应链的一个方向，原来都是从中国大陆出口到了这一些东南亚的国家，也就是东盟国家做最后的加工，然后输出到美国。可是当中国大陆的关税因为川普总统变成 TACO 之后，整个的降下来之后，结果变成了东南亚国家将它的最后一里路回到了中国大陆，再从中国大陆出口。也就是说，当这个供应链又再被重整之后呢，大企业它其实是最难适应，它的弹性不足，然后最难适应这样的状况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先不知倒地。那这一个部分呢，现在我们台湾还没谈这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关税还不定啊。那到现在为止，大家都不确定结果是什么，大家都勉强撑着，等到一公布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到底会有多少的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，付这么高昂的这一个那个成本，然后还要接受到工会的这个约制，但是会有多少的那个企业愿意前进中国大陆，这个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观察的。好，所以这一波不知倒地的就是美国的企业，刚刚讲的特别是大企业。那其实，在大企业倒闭之下，现在直接影响到的也有包括许多是高薪族。你不要以为高薪族都没有受到影响，那高薪族也经历了美国的斩杀线。等一下，请宽哥特别带我们来看这个例子，是美国西雅图一名，他是高薪工程师，他的年薪是45万美元，换算新台币达到了1400多万元，竟然在半年之内，因为他的医保，还有他去了一次急诊，6万美元得付出来，再加上他的房贷，那他失业，所以他就直接变成流浪汉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件事情是，现在有一个统计，年收入落在10万美元的民众，大概都只能在平价超市买菜。看
看到美股不断的狂涨，跟这些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吗？这些荣景都是假的吗？宽哥怎么看？我们现在谈一下斩杀线哦。什么叫斩杀线呢？就是你突然间大量的失血，所以你的整个人生突然间完全失去了方向哦。刚思敏有谈论到那个美国的45万高薪的工程师，各位一年收入1000多万台币呢，日子应该是有滋有味才对啦。我算给各位听哈。美国的联邦税各地不一，大概落在35%左右，所以呢，你的薪水下来的时候，联邦税先拿一笔，然后呢，地方税你在每一个州有不同的地方税，地方税再拿一笔，剩下的是你的可支配所得。可是各位，这个可支配所得，美国他们多数的人他们叫做提前消费。什么叫提前消费呢？未来的钱现在都已经花掉了，所以他们的负债人口非常非常高。那再来，多数的人他都有房贷、有车贷、有社会保险等等的，那这些呢，他们就环环相扣。那当然也不会说那么狠心，你一失业，你一被裁员之后，他就完全没有收入，倒没有。美国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失业保险系统。这个失业保险系统呢，你没有工作完之后呢，通常在6个月之内呢是尚可支付。各位我们都晓得哦，其实疫情之后，其实很多的美国人他们就习惯领钱，领到后面都发懒了，后面都不去上班了，所以美国他们的缺工是缺得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可是刚才那位工程师呢，他是美国多数人当中，虽然说不是占非常非常高，可是这个很特别。他发生什么事呢？他先被裁员，房子6个月没有缴贷款，房子就被拍卖了，车子也被拍卖了。后来他生病的时候呢，前6个月保险仍然会继续帮你给付，可是后面呢就断炊了。这个时候美国的医疗非常非常贵，所以刚才思敏才说它有一个6万块美金的一个支出。那这几年美国非常糟糕的是，各位你们晓得吗？这几年美国平均以18%，以18%的速度在增加游民的一个速度，所以美国是一个美国2个世界。但最后我要跟各位一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哦。最近全世界的股市，美国如果扣掉了 AI， 美国的实质经济成长率，各位只有0.3。美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率非常非常好哦，接近4%。可是扣掉了 AI， 各位只有0.3。可是现在 AI 很麻烦的是 ，AI 要开始进入所谓的应用期了，所以很多工作会被 AI 给取代。AI 取代完之后，就在美国产生了所谓的裁员潮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去看到股市非常光鲜亮丽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们来谈细节。在美国。AI 非常非常好，让美国36%的人都变有钱了。可是最近各位，就在昨天，库克出来一边说苹果很好的时候，请大家多多去买 Nike 球鞋。各位发生什么事吗？每个人都要穿鞋，对不对？现在所有的美国的相关鞋类相关、运动相关的股票，各位不是腰斩而已，砍到膝盖，都剩3成4成。结果你往内仔细去看哦，包括了鞋业、百货业。自行车、生活相关，各位目前的点位大概都只有过去的40%到50%，也就是说现在是 AI 一枝独秀，好得不得了。可是，一般平均的人呢没感觉，所以这再加上物价真的太高。我太太啊，10月份才去美国开了一个会，跟我说，在美国吃一个早餐，随随便便吃一个早餐20块美金，吃一个像样的西餐，穿着礼服去吃的像样的西餐，要花超过200块美金，这个就是美国现在物价的状况。所以简单的跟各位说，美国现在的物价就成为了选举当中最重要的关键点。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急得不得了，因为川普已经连续输了3场的地方型的选举了。好，谢谢宽哥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争。战略价值，强权崛起，小国生存。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脉动，全球观点尽在环球